人生就像一场旅程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、成长、蜕变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时而迷茫彷徨，时而豁然开朗。生活常常会给我们出一些谜题，看似平凡的小事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这里有9个富有智慧的小故事，他们以别开生面的视角，为我们诠释了人生的真谛。每个故事都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生命中或大或小的困惑，引导我们去反思、去领悟、去成长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高度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，生活的质量源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周遭的一切。用谦逊开放的心去接纳生命中的悲欢离合，用智慧和勇气去应对前路的风霜雨雪，我们就能在泥泞中砥砺前行，在蝶变中焕发异彩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9个故事，聆听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箴言，领会那些闪耀其中的智慧光芒。愿这些故事能为我们的人生之路提供指引，让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超越自我，活出无悔的精彩人生。一挑碗的智慧，审视自我，方能遇见最好的彼此。买碗这件小事，竟蕴含着人生的大道理。有个年轻人去陶器店里想买一只上好的碗，老老实实的做法是直接问老板哪只是最好的。但年轻人自有一套挑选的独门秘诀。他拿起一只普通的米青色碗，依次与其他碗轻轻相碰，碗与碗之间发出沉闷而浑浊的声音。他皱了皱眉头，失望地摇摇头，放下这只碗，继续去试。一只只青花瓷碗、彩釉碗、德华白瓷碗，无一例外都被他用同样的方式检验过。可是即便是老板亲自呈上的那些珍贵古董，也不能通过他的考验，依旧被年轻人嫌弃地放回架上。老板看在眼里，疑惑不解，那些无疑都是上好的瓷器呀，怎会让这位年轻顾客如此挑剔？就在他欲言又止之际，这位神秘的年轻人终于道出了自己那独树一帜的挑碗诀窍。当用一只碗与另一只碗轻轻相碰时，如果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，那就一定是2只上品好碗。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说。老板一听，顿时恍然大悟。他拿起一只青花瓷碗，体态纤巧，设计精美，递给年轻人说：“那你就用这只最上乘的青花瓷碗试试吧。”年轻人依言而行，用这只瓷碗与店内其他各色各式的碗一一碰撞，不论何种材质，每一次都发出阵阵清脆悦耳的乐音。他不禁感到很惊讶。这时老板微微一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道理很简单，你之前拿的那只普通米青色碗本身就是一只次品，你用它去试碗声音，自然会觉得沉闷无声。你想得到一只上品好碗，首先得保证自己拿到的也是一只好碗作为对照。”年轻人茅塞顿开，颔首称是。品质优劣自有高下之分，水平参差的人事物注定难以并驾齐驱。我们常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只有品质上乘的瓷器才能与同样精致的上品相撞，而生出动人的乐音。优秀的人也只会与同样出众的人并肩同行，彼此切磋砥砺，共同成长进步。余生漫漫，唯有时刻审视打磨自我，不断超越当下的自己，才能遇见与更高层次的人事物相呼应，从而步步高升，永无止境。2过桥的启示。心中有恐惧，眼里有绊脚石。有一处地势险峻的峡谷，谷底是湍急的水流，而想要抵达对岸，只能依靠横亘在悬崖峭壁之间的几根铁索。这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和考验。这一天，一行4人来到这处峡谷前，准备过桥。他们分别是一个盲人、一个聋子，以及2个耳聪目明的正常人。尽管有残疾，但他们都怀着一颗渴望挑战的心。在确认了安全措施到位后，他们依次抓住那根铁索，凌空前进。首先是盲人，他迈开稳健的步伐，虽然看不见前方，但他全身心都集中在脚下和手中，没有任何杂念，就这样很快抵达了对岸。其次是聋子，他同样不紧不慢地一步步向前，任凭底下奔腾的水流咆哮怒吼，他浑然不知，专注于眼前的路途，也很快过渡到了对岸。接下来是其中一位耳聪目明的正常人，他虽然什么都能看见听见，
但反而被眼前惊人的景象吓住了。陡峭的悬崖，湍急的河流，无不让他心生恐惧，生怕一个失足掉下去就凶多吉少。但他还是咬牙继续向前，终于到了对岸。最后就剩下另一位正常人了。可就在他踏上铁索的那一刻，恐惧就像巨浪一般将他彻底淹没。他看到了万丈深渊，听到了振聋发聩的水声，顿时浑身冰凉，双腿发软，最终失足跌落悬崖，摔个粉身碎骨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结果？难道一个正常人还比不过盲聋人士吗？其实并非如此。盲人说：“我看不见陡峭的悬崖，所以能心平气和地过桥。”聋子说：“我听不见底下奔腾的水流，所以能不带恐惧地过桥。”正常人说：“我只要脚踏实地稳稳前进就可以了，悬崖和河流与我何干？”而那个掉下悬崖的人临死前还在想：悬崖这么陡，水流这么急，我掉下去一定会死的。这启示我们，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被困难本身所打败，而是被自己无限放大的恐惧吓倒了。遭遇重重阻挡，若执迷于眼前的一切险阻，反而会心怀恐惧，步步为营，最终止步不前。只有像盲人、聋人那样，淡然面对一切未知的困难和危机，全身心投入当下，脚踏实地稳扎稳打，方能穿越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，抵达理想的彼岸。三梦照的玄机，换个视角，人生大不同。古时有个家境贫寒的读书人，准备进京赶考，希望能够改变贫穷的命运。他在一家简陋的客栈投宿，就在考试的前2天做了2个怪梦，让他深感忧虑。第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在高高的墙垣上种了一地翠绿的白菜。第二个梦，梦见在倾盆大雨中，自己戴着斗笠，同时还撑开了把雨伞。2个梦境都极其怪异，读书人深知梦兆有深意，决定去请教有名的算命先生。第2天一大早，他就来到镇上赫赫有名的算命先生门前，把2个梦给讲了一遍。那算命先生听后便一脸为难的神情，连连摇头叹气，还拍着大腿说道：“啧啧，你这2个梦可着实不太吉利呀！高墙上种白菜不是白费力气吗？戴斗笠又撑伞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我都明白了，这分明就是考运不佳的前兆啊！我劝你还是回乡算了，免得白走这一趟，徒劳无益。”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读书人听了算命先生的解梦，不免心灰意冷，对这次考运也失去了全部信心。当即便回到客栈，开始收拾行囊，准备就此败兴而归。这一切被客栈老板无意中看在眼里，他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不是说明天就要参加那场改命的大考了吗？怎么今天就要回乡了？”读书人只得将那2个梦以及算命先生的解梦告诉了老板。老板听后却是哈哈大笑起来，对读书人说：“哟，你也太轻易被那算命先生给唬住了。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，我给你从正面解一解。墙上种白菜，不正说明你这次要高中吗？戴斗笠又打伞，不正说明你这次有备而来，绝无疏漏吗？我看你这2个梦可都是吉兆，意味着你这次一定能高中啊！你可得振作起来，好好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呀！”老板这番说辞如同醍醐灌顶，让读书人瞬间斗志昂扬。他真切地感受到，遇到事情不能轻易下定论，换个角度思考，往往又是另一番全新见解。是非成败，往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问题。读书人当即打消了回乡的念头，斗志昂扬地准备迎接明日的大考。人生的高度和境界，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审视问题了。保持开阔包容的心胸，换位思考，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启迪。切忌因循一端，盲目妄自菲薄。只要坚持住希望和信念，就一定能在人生的拐角处发现新的曙光。4农夫的抉择，拥抱不确定，方能收获惊喜。从前，在一个安静的小村庄里，有一位农夫靠种地为生。这位农夫做事总是爱瞻前顾后，谨小慎微，生怕出现任何风险。一年春季时分，万物复苏，正是农时开始的大好时节。有一天，
村里一位朋友看见农夫在家闲坐，便好奇地上前问道：“春天到了，你可种麦子了？”农夫却是摇了摇头，一脸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没有，我担心今年天不够下雨，麦子就长不好了。”听闻此言，那人又问：“那你种棉花没？棉花不愁缺水，挺好种的。”农夫仍是皱着眉头回道：“也没种，我担心今年虫子太多，棉花就会被啃光了。”那人见状更加好奇，再一次追问：“那你到底种了什么？每年农忙时节，不都该忙些农活吗？”农夫听罢这番反问，苦笑着说：“今年实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了，我实在担心什么作物都难有好收成，所以什么也没种，算是确保万无一失了。”朋友听罢，顿时哭笑不得。他告诫农夫道：“你这般患得患失，小心翼翼，怎能有什么收获？人生在世，难免遇到风风雨雨，但只要尽力而为，即便没有100%的把握，也总会有些许收获的。你看，种麦子怕干旱，那就为它备足水源；种棉花担心虫害，何不使用农药？即便作物长势不佳，也好过一干二净什么也没种。”农夫听朋友这番劝诫，不禁汗颜。他回想起年年如是，总是患得患失，小心谨慎，结果每年都收获甚微。农活固然存在诸多风险，但只要勤恳努力，付出和汗水终会有所回报。第二天一早，农夫便振作了起来。他带上农具，耕种了几亩麦田，打理了棉花地，还挖了水渠作为防旱的准备。虽然过程中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，但他都一一迎难而上，殚精竭虑地照料着田地作物。岁末之时，收获了大半个好年景。农夫终于意识到，生活中永远充满不确定因素，但只要敢于勇敢尝试，坚持不懈努力，付出终会有回报。他再也不做那只被恐惧和怀疑束缚的只斗鸡，而是立志大步向前，勇敢面对未知，去追求更大的人生机遇了。太过谨小慎微，反而会错失良机，生怕受苦受难，只会止步不前。唯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，大胆尝试，勇敢面对一切可能的风险和挑战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阔步向前，赢得理想的彩头。无扫阳光的孩子，敞开心扉，生活处处是阳光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两个年龄不过4、5岁的男孩正在家中的卧室里玩耍。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是紧紧闭合的，室内光线昏暗，两兄弟难免感到些许阴郁。透过窗波，可见外头一片灿烂夺目的阳辉在地面上铺洒开来，那温暖明亮的景象令两个小家伙心生羡慕。年纪上小的他们或许还未完全理解何谓阳光，但就是被那金黄色的光芒无形中深深吸引住了。于是年纪稍大的哥哥对弟弟说：“屋里太暗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扫一点进来。”弟弟听了，眼睛一亮，使劲点了点头。两人就这样商量着，拿着扫帚和簸箕，小心翼翼地走到阳台上。哥哥操起扫帚，对着那道金色的光芒使劲地扫拢，弟弟则举着簸箕在一旁等候。可是等到他们把簸箕搬到房间里时，里面分明是一点阳光都没有。两个孩子面面相觑，很是困惑。但他们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又重新返回到了阳台，不厌其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扫了许多次。可是屋内还是暗淡无光，一点变化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从厨房里出来的妈妈无意中看见了孩子们这一系列的古怪举动，不由得觉得很是好笑。她走到两个儿子身边，温言问道：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？”两个孩子很认真地回答：“房间太暗了，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。”妈妈见状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她蹲下身子，拍了拍儿子们的脑袋，说：“傻孩子们，阳光是通过窗户照进来的，你们只要把窗户打开，阳光自然就会进入房间里了，何必费劲去扫呢？”孩子们听了，互相面面相觑，突然领悟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，不禁感到有些羞愧和好笑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们总是用了一些别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殊不知事情本身就很简单。生活就像房间里的阳光一样，只要敞开心扉，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自然就会感受到光明和温暖。可如果我们把心门紧紧关闭，生活再好也将黯然失色了。人生如白纸，该如何书写，全凭自己的态度。如果我们固步自封，囿于成见，
生活终将黯淡无光。但如果勇于打开心扉，敞开胸怀，面对生活的阳光，那便会一切重现光明。往后的余生，让我们学会敞开心门，保持一颗谦逊包容的心，所见所遇必然处处皆是光明。6脏衣服的真相：心存善意，世界自然明媚。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，有2户人家住在对门。这2户人家的主妇，一个叫张太太，一个叫李太太，平时都是很要好的邻里。但近来张太太却总是对李太太有些敬而远之。原因是张太太多年来一直抱怨李太太很懒惰，尤其在晾晒衣服这方面。她常常对别人诽谤说，你看那个李太太，衣服永远也洗不干净，晾在外院子里的衣服上总是有一些污渍和斑点。我真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洗衣服的，竟能把衣服洗成那个模样。每逢看见李太太家院子里晾晒的衣服，张太太都会摇头叹气，对李太太的生活习惯大加指责。即便亲朋好友劝说，她也总是一味的辩解，我可没有挑剔人家，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你们看，那些脏衣服不就摆在那里吗？直到有一天，张太太的一位老友前来做客。这位老友一向为人洞察力很强，眼睛一下子就被张太太家窗户上的污垢给吸引住了。他随手拿起一块抹布，在窗户玻璃上轻轻擦拭了几下，污渍顿时除去，窗户变得干干净净。老友笑着对张太太说，你看，现在不就干净多了吗？原来一直以来你看到的那些脏衣服，只是你自家窗户上的污垢在作祟罢了。张太太听后顿时如同五雷轰顶，脸上现出难掩的羞惭之色。她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一直对李太太的指责和谴责，根源就在于自己的偏见和成见。清洁卫生向来是李太太家的强项，如此这般数落人家，自己才是最大的过错。这启示我们，遇事时往往不应先去苛求和指责他人，而应先反求诸己，反思自身是否存在什么问题。我们常常习惯用挑剔和苛刻的眼光去审视别人，而忽视了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弊端。就像张太太的那扇污浊的窗户一样，使得她看到的外界一切都显得不堪。只有先把自己的窗户擦干净，用包容和同理心去看待他人，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，做出公正的判断。从他人身上找毛病固然很容易，但反观自身却常常视而不见。这正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之处。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，以平和友善的眼光审视他人，世界自然就会豁然开朗，处处皆是阳光。7. 皇帝的心血，改变自己，世界就会不同。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，人们还都是赤着双足在大地上行走，那时候没有任何鞋袜遮蔽，脚掌直接接触地面的石子沙砾，走路自然是痛苦万分。有一位国王为了了解国家疆土和臣民生活，决定亲自到一些偏远的乡村去巡视。在一处小村落，国王步行时不小心踩到一块尖锐的碎石，疼得他直咧嘴。虽然御林军随从马上拥上前为他检查脚掌，并把碎石取出，但伤口仍在流血，行走困难。无奈之下，国王只好命人抬着自己回到王宫。回程途中，他一直在思索如何解决这个困扰百姓行路的难题。到了宫中，国王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下令在全国各地的道路上都铺上一层厚厚的牛皮，为百姓的双脚提供防护。可是很快工程就陷入了困境，原来国内的牛只有那么多，杀光了也铺不满全国的路途。有个聪明伶俐的仆人听说后，大胆地向国王提出了一个建议：陛下，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金钱和牲畜呢？不如只在您的脚下加一层保护就好了呀。国王一听，似乎也有些道理。仆人继续说，我们可以用2小片牛皮把您的双脚包裹起来，这样您不就可以安全出行了吗？国王顿时如同开窍一般，当下收回了复铺全国道路的命令，改采用仆人的建议，让宫廷工匠用最好的牛皮制作了2双用来遮蔽双脚的鞋子。从此，国王出行再也不用担心脚掌会受伤了。据说，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皮鞋的由来。从此以后，穿鞋的习俗也逐渐在人群中流传开来。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哲理：
明智的人会让自己适应这个世界，而不会固步自封，试图改变整个世界来迎合自己。要想实现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往往不应操之过急，先从自身做起。只要稍作改变，整个世界在你眼中也就会随之改观了。与其硬撑着去适应整个环境，不如先调整自己的姿态，换一个角度审视问题，往往就能找到事半功倍的新出路。人生处处是挑战，但只要用智慧和开放的心态去思考，就一定能找到化解的良方。8. 洪水中的抉择，顺应当下胜过预设结局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让一家人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。农民老张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汹涌的洪水吞没，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都被卷入了漩涡中。危急关头，老张拼尽全力奋勇救起了妻子，可惜当时情况实在太过仓促，他的孩子最终还是被洪水冲走，葬身于无情的江流之中。事后，乡亲们对老张的抉择产生了分歧。有人说他做得对，因为妻子是半边天，一旦死去了就无法再生，但孩子可以再生一个。也有人说他做错了，因为对于孩子来说，生命是无价的，妻子却可以再娶一个。争议分分合合，似乎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。终于，有人建议还是亲自去问问老张当时是怎么想的。于是，大家来到老张家中，向他诚心诚意地问道：“当时你到底是怎么抉择的？为什么要救妻子，而遗憾地失去了孩子？”老张闻言，脸上露出黯然的神色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回答：“说实话，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想，一切都发生在弹指之间。洪水猛然袭来，我看到妻子就在我的身边，于是本能地将她拽住，拼命往附近的山坡游去。等到我终于脱身之后，回过神来再去寻找孩子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洪水冲走了，我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老张眼圈已经红了，痛苦的记忆涌上心头。大家听完老张的诉说，终于释怀了。原来人在生死关头，往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，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和本能反应。生死之间，谁也说不准自己会作何选择。是啊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并非是非对错的问题，而是能否抓住当下这一选择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最好选择，能够紧紧抓住的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没有预判未来的能力，只有顺从本心，把握好手中的机会。人活一世，时时处处都在做抉择。或许当下的选择并不完美，但只要用心对待，就一定能创造出最好的结果。保持善良淳朴的本心，活在当下，顺其自然而为，就一定能把握住人生这个最宝贵的选择权。9. 无用的奇才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在一个闲暇的午后，两位老板相约小酌，闲聊起各自公司的经营状况。其中一位老板颇为郁郁寡欢，向友人吐露了自己公司的一大烦恼：“我公司有3名员工，简直是勤勤恳恳，却做事总是无畏的典型代表。”他感慨着说，其中一个总是吹毛求疵，对工作中的每一个小小瑕疵都无比挑剔，缺乏全局观；另一个人则是个杞人忧天，对于任何未知的小风小浪都忧心忡忡，缺乏勇气。至于第3个，那更是个游手好闲的主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到处闲逛，毫无上进心。3个员工，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么大的缺陷，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老板无奈地摊了摊手。听完友人的诉苦，另一位老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过了片刻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不如这样吧，你干脆把他们3人都调往我的公司，省得你再劳神伤思，操碎了心。到了我这里，我自有安排。”老板一听，顿时两眼放光，连连点头：“太好了，正合我意，这正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”第二天一早，3名无用员工便如约来到新公司报道，而新老板也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了新岗位。爱吹毛求疵的那一位被安排到产品质检部门，负责把关产品质量；那个杞人忧天的则被派往安全监督部门，专司安全防范。至于那位游手好闲、爱到处闲逛的，他的新岗位是公司的业务拓展和市场调研。就这样，3名被质疑的无能员工获得了全新的工作机会。没想到，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岗位要求下，
他们竟然发挥得有声有色，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业绩。爱挑剔的那位，借助其远见卓识，把关注了不少产品质量隐患；爱忧虑的那位，凭借其细致入微，为公司识别并消除了诸多安全隐患。而那位曾被视为游手好闲的，在外围勤奋调研和宣传的基础上，更是为公司拓展了大量新的业务和客户。就这样，借助新老板的明智用人之策，3名原本被视为无用的员工发挥了自身独特的长处，各尽其能，为新公司的发展贡献了绵薄之力。看着公司蒸蒸日上，蓬勃发展，新老板由衷感慨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无能之人，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而已。只要人尽其用，物尽其能，用好每个人的长处，任何人都能施展自己的独特才华，发光发亮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